30分钟读懂一个人，以故事为枕，以人生为背。这里是今夜读懂他，我是小军，我们开始吧。公元前259年的正月，一个孩子出生在赵国的都城邯郸，他姓嬴，叫郑。他的父亲是秦国的公子，叫异人，在赵国做人质。他的母亲是赵国人，家里有钱，姓赵。后来人们叫他赵姬。异人在赵国待了好几年，日子不好过。赵国和秦国天天打仗，赵国人不喜欢他。走在大街上，有人朝他吐口水，有人推他，他忍着。他是人质，不能走，不能反抗。嬴政出生以后，跟着父亲一起被人欺负。赵国的小孩骂他是秦国的野种，他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野种，但他知道那不是好话。他回家问母亲，母亲哭了，他就不问了。他知道有些事问了也没用，他从小就知道这个道理。嬴政3岁的时候，秦国和赵国又打了一仗，秦国赢了，赵国更恨秦国人了。异人怕被杀，跑了。他把赵姬和嬴政丢在邯郸，一个女人，一个3岁的孩子，在敌国的都城，没有钱，没有亲人，没有出路。赵姬带着嬴政到处躲，躲在哪儿？史书上没有写。有人说他躲在娘家，有人说他躲在朋友家。不管躲在哪儿，日子都不好过。嬴政的外祖父叫赵豪，家里有钱，是邯郸的大商人。赵国是商朝的后裔，商人地位不低，但赵豪也不敢收留他们，万一被人告了，全家都得死。嬴政6岁那年，异人在秦国做了太子。赵国听到消息，把赵姬和嬴政送回了秦国。他们不敢再欺负这对母子了。秦王已经死了，异人做了秦王。他派人来邯郸接赵姬和嬴政。嬴政第一次坐马车，第一次穿新衣服。他不说话，他看着窗外，一句话都不说。回到秦国以后，嬴政不再是那个在邯郸被人追着打的孩子了。他是秦王的儿子，但他的日子也不好过。他的父亲异人后宫里有很多女人，最得宠的一个是赵姬，但他不常在赵姬那里，他常在另一个女人那里。那个女人没有生孩子。嬴政是长子，但不是嫡子。他的祖母华阳夫人是楚国人，没有生儿子。异人能当上太子，是靠华阳夫人的关系。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作养子，异人才有机会。嬴政9岁那年，异人死了。有人说他是病死的，有人说他是累死的，不知道。他死之前立了嬴政做太子，赵姬做了太后，嬴政13岁做了秦王。他太年轻了，不能亲政，朝政由大臣把持，管事的是吕不韦。吕不韦是谁？他是一个商人，他在赵国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异人，他觉得异人奇货可居，就帮异人当了太子。他把自己最心爱的女人给了异人，那个女人就是赵姬。吕不韦花了多少钱？史书上说1000斤金子。他不心疼，他知道这笔生意做成了，他赚的不是钱，是整个秦国。嬴政做了秦王，吕不韦做了相国。他把嬴政当孩子，他不问嬴政的意见，秦国的大小事他一个人说了算。嬴政不说话，他心里有数。一个13岁的孩子能有什么数？他没有数，但他知道他不喜欢吕不韦。他父亲把赵姬从吕不韦那里抢走了，吕不韦不恨他父亲，还帮了父亲。这个人太能忍了，能忍的人最可怕。赵姬做了太后，年纪不大，30多岁，她耐不住寂寞。吕不韦给他找了一个人，叫嫪毐。嫪毐是一个长得好看的男人，会哄人。赵姬把嫪毐留在宫里，生了2个儿子。
嫪毐仗着太后撑腰，到处收门客养私兵，宫里宫外都叫他贾父，贾父就是干爹。嬴政听到这2个字没有发作，他还是不说话。他亲政那天22岁，他端端正正坐在朝堂上听大臣们上朝，嫪毐坐在他旁边。嬴政说：“你坐那儿。”嫪毐说：“太后让我坐的。”嬴政说：“从明天起，你不用来了。”嫪毐的脸色变了，他知道这个年轻人不是孩子了。嫪毐害怕了，他不敢杀嬴政，但他想先下手为强。他偷了太后和秦王的印，调兵造反。嬴政说：“谁帮我灭了嫪毐，封侯。”士兵们冲上去，把嫪毐的军队杀光了。嫪毐跑了，被抓回来。嬴政下令车裂，5匹马，5条路，把嫪毐撕成5块。嫪毐的门客4000多家全部被流放。赵姬生的那2个儿子，嬴政命人装在袋子里摔死。他把赵姬关了起来。嬴政杀了嫪毐，下了决心，他要除掉吕不韦。他写了一封信给吕不韦：“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？秦国封你在河南10亿10万户，你和秦王是什么关系？你叫我父亲。”吕不韦看了信，知道自己活不了了，他喝毒酒死了。嬴政把吕不韦的门客全部赶走，把他的书全部烧掉。他不要任何人替他做主，他是王。嬴政22岁亲政，用了17年，灭了韩、赵、魏、楚、燕、齐，他统一了中国。他灭的第1个国家是韩国，韩国最小，最好欺负。嬴政派兵去打，韩国投降了。第2个是赵国，赵国跟他有仇，他小时候在邯郸被人追着打，他记得那些人，他把那些人的名字写在纸上，一个一个找，找到的全部杀了。赵国灭了。第3个是魏国，秦国挖开黄河大堤，水淹大梁城，魏王出城投降。第4个是楚国，楚国最大最难打，王翦带了60万兵，打了1年多，楚国灭了。第5个是燕国，太子丹派荆轲去刺杀嬴政，荆轲没刺中，嬴政大怒，派兵打燕国。燕王杀了太子丹，把头献给嬴政。嬴政不打燕国了，他还要留一个。第6个是齐国，齐国一箭没发，投降了。嬴政把齐王关在一个小树林里，不给他吃饭，齐王饿死了。嬴政站在咸阳宫的最高处，看着自己打下来的天下，他说：“我不能再叫秦王了，秦王太小了，6国都灭了，天下只有1个王，他不要叫王，他要叫皇帝。”他说：“3皇5帝的功劳加起来也没有我大，3皇叫皇，5帝叫帝，我2个都要，叫皇帝。我是第1个，叫始皇帝。从今往后，我的子孙传到2世、3世，传到万世。”他当上皇帝的第1件事是修长城。北方的匈奴一直骚扰边境，战国的燕国、赵国、秦国各自修了长城，嬴政把他们连起来，修成了一条万里长城。他征了几百万民夫，把石头、砖头、土一担一担地挑上山，很多人累死在工地上，他们的尸体被垒进城墙里。有人说，长城的每一块砖底下都压着一个死人。他不管，他要长城。他修了驰道，从咸阳出发，通到全国各地，路宽50步，两边种着松树，他的车可以跑得很快。他要到全国各地去巡视。他修了皇帝的宫殿，咸阳的宫殿不够大，他在渭河边修了一座新宫，叫阿房宫。阿房宫有多大？史书上说，上可以坐万人，下可以建5丈旗，还不够大，他还要修。他统一了文字，6国的文字不一样，同一个字，有的写左边，有的写右边。嬴政说，都给我改成小篆。丞相李斯写了仓颉篇，
让所有人照着写。从此，山东的人写给陕西的人的信能看懂了。他统一了货币。战国的时候，各国的钱币形状不一样。嬴政说，都给我改成方孔圆钱，外圆内方，天圆地方。从此买一个馒头花的是秦国的钱。他统一了度量衡，尺子不一样长，秤不一样准，斗不一样大。嬴政说，都给我按秦国的标准。从此修房子的人不会把梁做短了，卖米的人不会把斗做小了。这些事儿说起来简单，做起来每一样都要命。但嬴政不觉得，他觉得这些事儿比打仗还重要。打仗是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，这些事儿是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，把文字送出去，把钱送出去，把尺子送出去。他要的不是6国的土地，他要的是6国的人变成秦国人，焚书。嬴政说，除了秦国的历史书，其他国家的历史书烧了；除了医药、占卜、种树的书，其他的书烧了。谁要是敢私藏诗书，杀头；谁要是敢拿古人的话议论今天，杀头。李斯告诉他，你统一了天下，但天下人的脑子还没有统一，他们的脑子里装的是孔子的道理、孟子的道理、老子的道理，你要让他们脑子里只装你的道理。嬴政说，烧，坑儒。嬴政找了一群方士，让他去给他找长生不老的药。方士们骗了他，跑了。嬴政大怒，他查了咸阳所有的方士、儒生，一共460多人，全部活埋。他不要人骗他，他不要人说他坏话，他不要人活在他的天下，还想着从前。嬴政不怕别人骂他，他的书烧了，骂他的人埋了，他听不见，他也不在乎。史书上说他刚愎自用，这个词的意思是说他太刚愎自用了，不听别人的话。他确实不听，他觉得别人说的话都没有他自己想的对。他不需要别人，他不需要朋友，不需要老师，不需要父亲，不需要儿子，他只有自己。他死了，天下就是别人的。他不想死。他派徐福带了3000童男童女去东海找长生不老药。徐福说，海上有仙山，山上有仙人，仙人手里有不死药。嬴政说，你去。徐福走了，再也没有回来。有人说他去了日本，在那里生了孩子。嬴政不知道。他等了1年、2年、3年，徐福没有回来。公元前210年，嬴政第5次出巡，他死在沙丘。这一年他51岁。他的儿子胡亥篡改了遗诏，杀了太子扶苏。胡亥做了皇帝，他杀了兄弟姐妹，杀了几十个大臣。他不管天下，他只知道玩。3年以后，刘邦进了咸阳，秦朝亡了。嬴政的坟在骊山，他13岁就开始修了，修了38年，70万人日夜不停地挖。坟里灌了水银，做江河大海；坟顶镶了宝石，做日月星辰。他的人穿着金缕玉衣，躺在水银中间。他以为这样他就可以跟活着一样。他的军队是兵马俑，8000个陶俑排成方阵站在他的东边。他以为他死了还可以打仗，他以为秦朝可以传1万代。他没有想到，他死后的第3年，秦朝就没有了。秦始皇是暴君，骂他的人多得数不过来。他修长城死了几百万人，他修阿房宫死了几十万人，他焚书坑儒，烧了天下所有的书。他统一文字，统一货币，统一度量衡，每一件事都踩在别人的脖子上。他不讲道理，他只要结果。有人说，没有秦始皇就没有中国。他统一了文字，中国才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。
不管你说什么方言，你写的字是一样的。你的字广东人看得懂，广东人的字你也看得懂。没有他，中国可能跟欧洲一样，分成几十个小国。他站在咸阳宫里，听不见这些话。他死的时候，赵高在他身边，胡亥在他身边，没有人哭，没有人叫他父亲。他叫始皇帝，皇帝是他的，父亲是他的，但他没有父亲，他也没有孩子叫他父亲。他不需要，他以为不需要。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儿子们叫他父亲，来不及了，他听不见了。秦始皇的一生像一场大火，烧得快，灭得也快。他从邯郸那个被人欺负的孩子做到了天下的皇帝。他修了长城，统一了文字，灭了六国，焚了书，坑了儒。他做了100个皇帝加起来都做不完的事儿。他只活了51年，他的天下只活了14年。他走了以后，城墙还在，路还在，字还在，那些砖，那些道，那些笔画，比他活得久。他修的长城后来被一代一代的人修下去，汉朝修，唐朝修，明朝修，修了2000年。现在你去看，长城还在那里，蜿蜒在群山顶上，像一条龙。那是秦始皇的龙，他死了，龙还在。他修的路后来被叫秦直道，从咸阳到包头1000多里，30多米宽，2000多年了，有些路段还能走。路还在，他不在了。他统一的小篆后来变成了隶书，隶书变成了楷书，楷书变成了今天的简体字。字在变，但写字的逻辑没有变。每一个中国人写的字骨子里都是小篆。秦始皇统一了那根骨头，骨头还在，肉长了新的，他不在了。他修了一辈子的阿房宫，没有修完。项羽进了咸阳，一把火烧了，大火烧了3个月。有人说阿房宫从来没有建起来过，有人说建了，但没建完。不管建没建完，现在都没有了。他找了徐福去找长生不老药，徐福没有回来。他等了1年、2年、3年，他等的时候头发白了，牙齿掉了，脸上长了皱纹。他知道自己会死，他不想死，但他还是死了。他死在路上，离咸阳还有1000多里。他的车队走了几十天才把他运回来。天气热，他的尸体发臭了。赵高买了很多咸鱼放在车上盖住臭味，没有人知道他已经死了。车帘关着，车队照常往前赶。赵高替他说话，替他下命令。大臣们以为他还活着，他死了，但人们以为他还在。他活的时候谁也靠不住，他死了谁也靠不住。赵高把他的诏书改了，把应该给扶苏的皇位给了胡亥。胡亥杀了扶苏，杀了兄弟姐妹，杀了李斯，杀了蒙恬，杀了所有他不放心的人。胡亥不会治国，他知道玩，他把政事交给赵高。赵高把持朝政，杀忠臣，提拔小人。有一天，赵高牵着一头鹿走到朝堂上，他对胡亥说：“这是一匹马。”胡亥说：“丞相看错了，这是鹿。”赵高问旁边的大臣：“你们说这是什么？”有的人说是鹿被杀了，有的人说是马升了官。从此没有人敢说真话。指鹿为马这个成语就是从赵高来的。秦朝的大将章邯在外面打仗，他打不过项羽，打不过刘邦，他退兵退到咸阳。赵高不见他，章邯害怕了，投降了项羽。秦朝的最后一点兵也没有了。公元前207年，刘邦的军队到了咸阳城外。胡亥这时候才知道天下已经乱了。他派人去问赵高，赵高说：“陛下不用担心。”赵高派他的女婿进宫，把胡亥杀了。胡亥死的时候，
只有24岁，他做了3年皇帝，他杀光了兄弟姐妹，杀光了大臣，杀光了能打仗的将军，他把一个好好的天下玩没了。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人。子婴被立为秦王，他不敢叫皇帝了，他只做了46天。刘邦进了咸阳，子婴投降了，秦朝亡了。秦始皇的子孙没有一个人活下来，他的兄弟姐妹被胡亥杀了，胡亥自己被赵高杀了，子婴被项羽杀了，一个也没有剩下。他想把皇位传万世，传到第2世就断了，2世而亡。他想把自己埋在水银里，让尸体不烂。水银有毒，他的尸体可能真的没有烂，但没有人知道，谁也不敢挖开他的坟看看。他的兵马俑在地下站了2000多年，没有人知道他们在那里。直到1974年，一个农民在打井的时候挖出了一个陶俑的头，他吓了一跳，把它扔了。后来他又挖出了几个，他报告了政府，考古队来了，他们挖出了8000个陶俑，8000个士兵排成方阵，拿着青铜的兵器，他们的脸每一个人都不一样。秦始皇让他们在地下站了2000多年，替他打仗。他以为他死了以后还可以做皇帝，他以为他死了以后还可以打仗，他以为他死了以后还可以管着那些人。他不知道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名字被骂了2000年。他更不知道他死了以后，几千万人去看他的兵马俑，看的人不恨他，也不怕他，他们举着手机跟他的陶俑合影。他站在那里，面无表情。秦始皇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司马迁说他是暴虐，司马光说他是刚毅，毛泽东说他是千古一帝。每个人说的都不一样，有人说他好，有人说他坏，有人说他功大于过，有人说他过大于功。他没有说过话，他听不见了。他死了2000多年了，你可以恨他。他修长城死了几百万人，他焚书坑儒，烧了天下所有的书，他把6国的贵族全部迁到咸阳，让他们背井离乡。他打仗杀了几10万人，你恨他没有问题，你也可以敬他。他统一了文字，统一了货币，统一了度量衡。他修了长城，挡住了匈奴。他第一次让中国人有了中国的概念，你敬他也没有问题。他是一个复杂的人，他不是一个好人，也不是一个坏人，他是一个人，一个从小没有安全感的人，一个不相信任何人的人，一个觉得自己不需要任何人的人。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山，谁也靠不近他，他也不要谁靠近。他站在山顶上往下看，下面的人很小很远，他觉得自己很安全。风很大，他冷，没有人给他送衣服。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，做了一件很少有人注意的事，他下令把天下所有的兵器都收上来，熔了，铸成12个铜人，每个铜人24万斤。他把他们立在咸阳宫里。他没有见过比铜人更高的东西。铜人没有心，不会说话，不会背叛他。他喜欢铜人，他不喜欢人。人会说谎，人会骗他，人会想害他。铜人不会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人敢说他的坏话。他死了以后，所有人都在说他的坏话。汉朝的人说他暴虐，唐朝的人说他残暴，宋朝的人说他刚愎。他们骂他，但他们都学他。汉朝承秦制，唐朝的皇帝自称皇帝，宋朝的人写的是小传。他们骂他，因为他们怕他。他们怕他，因为他们知道他做得对。他做了一件没有人敢做的事，他把中国捏在了一起。中国不是一个自然形成的国家，它是一块一块捏出来的。捏它的那个人是秦始皇，他不温柔，他用的力气很大。有些人被他捏碎了，有些人被他捏哭了。
但中国被他捏出来了。从那时起，中国就不再是十几个小国，它是一个整体。它碎过，分裂过，但它总会再合起来。因为秦始皇给每一个中国人脑子里装了一个东西：天下一统。秦始皇走到哪里，就到哪里刻碑，泰山、琅琊、知府、碣石、会稽。他的碑文是李斯写的，小篆刻在石头上。碑文写他的功劳：灭六国，立郡县，同文书，同车轨，同度量。他怕后人不知道，他把字刻在石头上，他以为石头不会烂。1000多年后，那些碑有的被推倒了，有的被磨平了，有的被风化了，字还在，石头不在了，字还在。他的军队不是骑兵，不是步兵，是陶俑，8000个，站在他的东边，面向东方。东方是他来的方向，他是从东方来的。邯郸在东方，他小时候被关在邯郸，他不愿意回邯郸，但他让他的军队面朝东方，他们替他看着东方，看着那个让他疼了一辈子的地方。他恨邯郸，他恨赵国，他灭了赵国以后去了邯郸，他找到当年欺负他的人，一个一个杀了。他以为他会高兴，他不高兴。他杀了那些人，邯郸还是邯郸，但小时候被人追着打的巷子还在，他母亲带他躲藏的那间屋子还在。他跑不出去，他一辈子都跑不出去。秦始皇的车队5年出巡5次，他不待在咸阳，他一直在路上。他可能不喜欢咸阳，咸阳是他父亲娶别的女人的地方，是他母亲偷情的地方，是他杀死自己弟弟的地方。他不愿意待在那里，他愿意在路上。在路上，他是王，没有人认识他，没有人知道他的过去，他只是一个皇帝。他喜欢做皇帝。他死在路上，死的时候51岁。51岁不算老，但他老了，他太累了，他一个人扛着整个天下，没有人帮他，他不要人帮，他的身体垮了。史书上说他病甚，病得很重，他不让人知道他病了，他怕别人知道了会害他，他怕他的儿子害他，怕他的大臣害他，怕他的将军害他，他谁都不信。他一个人扛着病，扛着天下，扛着秘密，扛到死。秦始皇的皇后是谁？史书上没有写。他没有立皇后，他也不需要皇后。他没有太子，他也没有立太子。他怕立了太子，太子会抢他的位子。他死之前没有立太子，他死以后，赵高替他立了一个。赵高立了胡亥，胡亥杀了扶苏。如果秦始皇活着，他会不会杀胡亥？也许不会，也许他会把皇位传给胡亥，谁也不知道。他什么也没有说，他一生都在说话。他对大臣说话，对将军说话，对百姓说话。他说的每一句话，别人都要听。他死了以后，他的嘴合上了，他不再说话了。他不说话，别人替他说话。赵高替他说话，李斯替他说话，司马迁替他说话。他们说的话他听不见。他睡在水银里，水银是冷的，他的身体是冷的，他的嘴是冷的。2000多年过去了，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。他的坟在骊山，但没有人进去过。有人说里面有水银，有毒，不能进。有人说里面有机关暗箭，不能进。有人说他不在里面，不知道，他也不需要人去看他。他活着的时候，没有人敢看他；他死了以后，也不需要人看。他的兵马俑被人挖出来了，8000个陶俑站在坑里，他们的脸有的严肃，有的平静，有的微笑。他们的手有的握着长矛，有的牵着马缰，有的空着。他们的眼睛看着前方，
前方是东方，东方是邯郸，邯郸是他童年的牢笼，他死了，他的士兵替他守着牢笼，他逃了一辈子，没有逃出去。秦始皇的陵墓到现在没有挖，不是因为挖不动，是不敢挖，里面有太多水银，水银会挥发，会毒死人。考古队测量过，土壤里的汞含量超标，水银还在，2000多年了，水银没有干。他躺在那条水银做的河里等着，等什么呢？等他再活过来。他不会再活过来了，但他躺的地方从来没有被找到过。秦始皇修长城的时候征了无数民夫，他们不是士兵，是农民，他们不会打仗，不会修墙，他们有的是被征来的，有的是被抓来的。他们站在山顶上，背着石头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有人掉下去了，有人累死了，有人被打死了，他们的尸体被埋在墙里。有人说长城的每一块砖底下都压着一个死人，那些人没有名字，他们叫义夫。义夫的命不值钱，死了就死了，谁也不会记得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，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脸。他们替秦始皇修了长城，被埋在长城底下，秦始皇看不到他们了。他走在长城上，脚下踩着的是他们的骨头，他不在乎，他在乎的是匈奴。匈奴打不进来，他的天下就安全了。他没有想过，他的天下最后不是被匈奴灭的，是被他脚底下那些人的后代灭的。秦始皇统一了中国，但他的天下只有20年，20年太短了，短到来不及让他知道他错了。他错在哪里？他错在太急了。他急着统一文字，急着统一货币，急着修长城，急着修驰道，急着求长生不老。他不给任何人时间，他不给六国的人时间，不给自己时间，不给天下时间。他要一天干完100年的事。他干完了，他死了。他死了以后，他干的事别人接着干。汉朝接着修长城，接着统一文字，接着用方孔圆钱。他干的事没有白干，但干那些事的人累了，他太累了。他一个人扛了太多，他不肯分给别人，他不信任别人，他觉得只有自己最行。他确实最行，但他会死。他死了以后，那些他信不过的人把天下弄没了。秦始皇是一个悲剧，不是他一个人的悲剧，是所有人的悲剧。他从小没有安全感，长大以后不会信任别人，他不知道自己需要别人，他以为自己就够了。他确实够，但他会死。他死了以后，那个他一手建起来的世界碎了一地，没有人能替他拾起来。他不要别人，别人也不要他。他的陵墓在骊山脚下，远远看过去是一座山，山上有树，有草，有鸟，看起来不像坟，像一个普通的山包。你走近了才看到一块碑，碑上写着秦始皇陵。碑不大，不高，不显眼。他活着的时候什么都要大，大宫殿，大长城，大道，大皇帝。他死了以后，他的碑是最小的。有人走过他的陵墓，拍张照片走了，没有人停下来想他。他不需要别人想他，他怕别人想他，别人想他，他就觉得不安全。他活在不安全里，死在不安全里。他没有过一天安心的日子。他把天下占了，把六国灭了，把长城修了，他还是不安心。他怕死，他怕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确实什么都没有了。他的国亡了，他的城烧了，他的兵没了，他的人散了。他以为自己会永远活着，他死了。他以为自己会传万世，2世就亡了。他以为长城会挡住匈奴，
匈奴后来进来了，他以为别人会怕他，别人骂了他2000年，他错了，但他错得漂亮，他错得让全世界都记得他。晚安。如果你有机会去西安，去看看兵马俑，8000张脸没有一张是他的。他在骊山底下一个人躺在水银里，没有人陪他，他不需要人陪，他习惯了。他是始皇帝，他是第一个，也是最后一个。